石七郎，我就不进去了。这青云观我没来过，想四处随喜参拜一番。见过萧真人。殿下请坐。今日朝中之事，想必真人都已经知晓。亲王与齐王，真没想到如此丧心病狂。幸亏陛下与殿下都能安然无恙。之前曾经答应过真人，要劝父皇立玄泽为储君。此一时，彼一时。我信任殿下，才将太孙托付给殿下。殿下是一诺千金之人，所以今日才特意入关来见我。其实殿下内心早已深知，如今的情势，殿下恐怕不得不为储君。如今朝中不安，太孙乃一介质子，他如今没有这个能力，因此大变之举。我也明白殿下此时的心中是有万千恼恨，就如同我当日明明不愿做太子妃，却要假作欢欢喜喜地嫁入东宫。人生在世，有那么多不情愿之事，活在当下，顺势而为，落子无悔。你不是不信这些吗？世间有万般不得已，人生譬如朝露，忍不住有所贪恋，有所求。这漫天神佛，或许会垂怜一二。我知道你是求的，不能说，说出来就不灵了。玄泽，母妃，我真的好想你呀，母让母妃看看，玄泽。
你还好吗？让你受委屈了，让你受委屈了，孩子。我再也不想离开你了。莫非也不会离开你了啊！莫非也再也不会离开你了。哭了，我再也不想和你分开了。莫非也再不会分开了。原来青云观的神树长这个样子啊！秦王殿下，多感殿下相助，今日又特意亲自护送，太孙殿下才得以平安归来。韩将军客气了，是礼是期，多感韩将军重意。这位韩将军，还真的是可以写入青史的人物呢。是啊，从前我也只想做一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御敌于国门外，让敌人听到我的名字就闻风丧胆。秦王殿下的名头，倒是也可以指小儿叶铁呢。其实我心里知道，劳兰关是回不去了。我亲眼看着兄长们背叛父亲，其实他们都是死在对权力的渴求和无法控制的野心之下。之前我总是很想回劳兰关，现在我明白了，我想回的并不是劳兰关，而是想要回到过去那种简单的、没有心机的、开心的日子。我太清楚，一旦成为储君，恐怕就要做很多身不由己的事。一个闲散之人和一国储君要担当的责任完全不同。从前我不知道，亦或是我知道，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我阿娘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什么都不想要，只想回到阿娘还在身边的日子。阿英，我心里其实都明白，你我所思所求，其实都是殊途同归。我们都想天下太平，百姓们不再流离失所，文官清廉，武官不惧死，所有人都能过上好日子。选择年幼，是无法担此重任。若他当储君，到亲政，还有漫长的10余年。这10余年里，父皇是没有办法担当天下的。既然无人担当，那么就由我自己来担当。赵家村，老包他们是回不去了。可这天下要何止一个赵家村？有千千万万的游子，更有千千万万因战乱分离的夫妻、父母、儿女。我深悔，
申惠没能救得了老鸨的。但我现在有个机会，我现在有个机会可以救更多的人。我要救更多的人。天泰元年，岁次乙未，皇帝若曰：“唯尔秦王逆，孝而克忠，业而能勇，业著于内，救于天下之危，承祀宗庙社稷，筹资列辟，亲弱前修，是用命尔为皇太子，王亲哉！而其敬贤以德，宽仁于内，无怠无荒，故保我宗基，可不甚于。”谢陛下。陛下，陛下似乎闷闷不乐呀。今天太子又和崔氏女一起出城去了，好多人都看到了，现在都把他当成趣闻来讲。哎，陛下明鉴，今时今日，确实不宜选崔氏女为太子妃。崔家势大，选这样一位太子妃，于太子无益，亦于朝局无益。将来，陛下必然要削弱裁撤崔家军。若崔氏为太子妃，定成阻碍。皇后说得对，说得太对了。可要是崔氏女不行的话，那就得选一个出色的名门之女做太子妃。那日赐宴崔氏，我冷眼旁观，觉得故乡之女顾婉娘不错。嘿，皇后都说好，而且又是故乡的女儿，看来此女甚为出色啊！好，太好了。小姐，怎么了？三小姐的丫鬟春玲将我狠狠嘲讽了一番，说什么如今秦王每日与崔小姐同进同出，天下人皆知秦王要娶崔小姐了，又说崔小姐那么厉害，能文能武，小姐您就甭小想太子妃之位了，还说等崔小姐做了太子妃，就要好好看小姐您的笑话。那你怎么说？我牢牢记住小姐您的吩咐，一句话都没敢多说，就赶紧低头走了。就这样，春玲领着一群丫鬟对我好一阵嘲笑。得意之时不忘形，失意之时不颓唐，这才是大家风范。再说了，与秦王同进同出，岂是闺秀应有的贞静之举？若崔小姐做得太子妃，那自然无妨。可若最后旁人成了太子妃，那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
小姐说的是，我就睁大我的眼睛好好看着，看这位崔小姐到底能不能做太子妃。陛下，既已立太子，还望早日为太子殿下册立太子妃，早诞皇嗣，以固国本。臣附议，应从名门世家中广选良缘，择其优，为太子殿下册立太子妃梁娣、宝琳。陛下，战乱始平，天下初定，儿臣觉得，此时不应该广选良缘，惊扰民间。太子说的有理，这个时候大选良缘，甚为不妥。还是先册立太子妃吧。朕觉得故相第6女甚是出色，可以选作太子妃。陛下，臣女德薄能显，岂能堪配太子？陛下，崔乙之女崔氏，陛下原属意以她做皇子妃，如今以她做太子妃，岂不是两全其美吗？裴卿此言差矣。崔乙狂妄，上了奏书，说要在皇子中挑选一个为婿。朕从未答应，朝臣们也颇多反对。再说，在这个时候以崔氏为太子妃，很不妥当。陛下圣明，崔乙自领崔家军10万众，气焰嚣张。此时万万不可再立崔氏女为太子妃，否则必成昼夜之患。臣附议，崔氏女万万不可册为太子妃。臣附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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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儿臣觉得如今谈婚姻之事尚早。如今北有接受未灭，西有秦军未定，南有百越未平，敌未灭，何以为家呢？娶妻生子，人伦大事，怎能说敌未灭，何以为家呢？陛下圣明，太子殿下已早册立太子妃，为圣朝万年之计，延绵宗嗣。陛下圣明，太子殿下已早册立太子妃，为圣朝万年之计，延绵宗嗣。石七郎，尝一尝。你这匆匆到这儿来，不光是为了讨碗茶喝吧？石七郎，陛下和群臣的意思，想必你也明白了。崔乙现在已经是平凉卫阳大将军，虽然他交卸了朔州道行军大总管的职务，但崔家军10万余众。只听令于崔乙一个人的，父女相传，太子妃焉能手握重兵啊？更何况，如果这个崔乙真的成了外戚，必定难以控御，恐生外戚之祸。是裴大将军让你跟我说的？不是，父亲的意思是不想让殿下为难呐。但是我觉得必须要告知殿下，咱们方才有回旋的余地。我会想办法的。其实今日你已经看到了，朝中群臣10有8九都是作死班相。连你也觉得我不应该娶阿英？石七郎，其实我是知道你的，你对崔小姐一往情深。但是石七郎，如果你真要娶崔小姐为太子妃的话，朝中群臣是不可能容忍崔家军的。
现在不比从前了，现在已经天下太平，裁撤各路兵马那是势在必行的事情。就连镇西军的部分冗员也已经在陆续裁撤了。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明白，崔家军不受朝中管辖，而且人数众多。如果现在裁撤，他们还可以解甲归田；倘若将来尾大不掉，后面不得不兵戎相见的话，那才是惨痛之极、无可救药的境况。必定会有两全其美之法。事情让我是这样想的，其实崔小姐呢，通情达理，只要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去劝她，我觉得不行，不能这么对待她。哎，饭早啊。小姐，这个点心真是好吃哎，怎么吃都吃不腻。有一种很清淡的玫瑰香，还有荔枝的味道，确实不甜不腻。小姐，我跟耳朵都已经商量好了，之后呢，我们也要开一家这样的店，专门卖这种好吃的点心。是个好主意。等你的店开起来，我一定要第一个光顾。那你可得多买一点哦。那还用说嘛，肯定买非常多。一会儿再帮我买一些玫瑰、荔枝、樱花酪，我要送人。小姐，你是不是要送给殿下？才不给他！不送给殿下，那我送给谁呀？保密。老有那么多小秘。马步，蹲住，注意力要集中，走。累吗？不累。再来。很好，再来。用力。来。多亏崔小姐还想着我这方外之人，带着这么精美的点心来看我。也是想到太孙还是小孩子嘛，肯定爱吃此物，所以就特意送来了。殿下已经被册立为太子，玄泽也不再是太孙。崔小姐，今后莫要再做此称呼。是。说实话，这10余年来，未尝有今日之舒心。虽然这是方外之地，不染繁华，但就像是久归之人，思心甚喜呀。是，我看真人刚才看着玄泽的时候，满脸笑意，只觉得万事皆足。崔小姐，马上就该成为太子妃了吧？微微可知。太子与崔小姐两情相悦，崔小姐必会成为太子妃。只是，实不相瞒，我内心甚觉可惜。世人只知太子为储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世人亦只知太子妃为储后，内命腹中，自皇后之下，最为贵重。可是哪有人知道，作为太子妃，有万般难处啊！真人刚才说，这10余年来，未尝有今日之舒心。是啊，孙敬之乱时，我含垢忍辱，卧薪尝胆。可是我作为太子妃之时，又何尝有一日是随心所欲的呢？如果真做了太子妃，
你就会失去自我。你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都不重要了。你的命运和楚军的作为、王朝的兴衰紧紧地附在一起，再也不能挣脱开了。太子妃的身份是荣耀，也是禁锢。真人当初心悦过贤太子吗？我若心悦过，难道这万般难处就不是难处了吗？许多事都是太子妃的职责所在啊。真人大义，确实无愧于贤太子。其实我所求，不过是无愧于心罢了。人生在世，最难的，就是无愧于心了。我与崔小姐只是寥寥数面之缘，今日是我话多了。真人外道了。大约从古至今，没有一位太子妃与另外一位太子妃做心腹之语，这是一段缘分。殿下，顾小姐免礼，约我到此，不知所为何事？是婉娘唐突了，贸然相约，实为婉娘惶恐万分。婉娘知道殿下与崔小姐早已有白首之约，万万没料到，陛下竟然指名提及婉娘。婉娘也不知道陛下为何忽有此意。若殿下允许，婉娘可请家父带上奏书，就说婉娘身子不好，不适婚配。婉娘自愿出家为道。顾小姐多虑了，怎能因为陛下的一句戏言，便耽误了你的终身呢？可人都说，君无戏言。婉娘实在不愿殿下因婉娘的缘故，耽误了与崔小姐的姻缘，或与崔小姐生了嫌隙。婉娘真的自愿出家为道。真的没什么事，你放心。阿英与我，绝对不会因为他人而生了嫌隙。是。多谢崔小姐来看我们娘娘，娘娘她好久都没有这么开心了。从前在宫中，自不必多说了。自从接回了接回了玄泽，娘娘的脸上才有了笑意。崔小姐来看望她，她的眼中也有了神采，真是难为崔小姐，每句话都能说在娘娘的心坎上。本来也是不好意思来打扰真人的清修，但是一想到其实玄泽还是个孩子，真人这么多年心力交瘁，实在不易，所以就想常来看看，不要嫌我聒噪才好呢。哪里，锦娘自是整日盼望着您能来。娘娘她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也是盼着您来的。阿英，殿下来接崔小姐了，那就恕锦娘多揽不远送了。真人那儿之后要是缺什么，随时到府上来找我或者桃子都行。好。玄泽还好吗？挺好的。你怎么不去看看他？小孩子心思敏感，他又一直颠沛流离，才刚到这里，我怕我去看他，反倒令他困扰。不会的，韩将军把他教得很好，萧妃娘娘也把他照顾得很好呢。
是不是有些拘着他了？你这个人，又怕拘着他，又怕他困扰，自己又不去看他，到底怎么样才好？小姐，那是不是殿下和崔小姐啊？等等，我怎么感觉咱们刚刚说的这番话是不是有些不对啊？严父慈母，我怎么感觉我变成慈母，你却是个严父呢？我呢，处处在为孩子开脱，你呢，干脆利索。谁跟你严父慈母？我看你倒是讨打的狠。嘿，讨。上车。乔妃娘娘和玄泽总算是安定下来了。玄泽又长高了不少，练起武来也是有模有样。如今战乱初定，这天下就像孩子一样，需要慢慢养成，休养生息。我打算等到明年春上的时候，劝父皇减免赋税，那些无主的荒田，着人一一丈量，据登记，分发给贫苦之人。如此一来，百姓的负担必然会减轻不少。之前战乱四起，不少人原本都是善良的百姓，为了活命被迫落草为寇，还有不少流民在各处府州徘徊，时日一久，早晚会生祸患。是啊，我心中也在思量此事。像黄大哥他们，明明也是良善之人，却因为战乱和横征暴敛，被迫陷入陆离。送你样东西。这好可爱啊！这个是我吗？我的腿哪有这么短啊？这个是你，脸好圆。那我又不会画。这个针哪有这么大啊？那太细了，不显眼嘛，只能往大了画了。你给我画的那幅皇孙劳作图啊，我现在都裱得好好的呢。什么时候再画一幅你自己送给我？你就不能自己画吗？我画成这样，你又不满意。看着看着习惯了，挺好看。你看这个。眼睛这么大，脸这么圆。我把我们所有经历的事情都一一画了下来，这后面也留白了，就等咱们将来两个人一起画，好不好？这一生还很长呢，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画完一册，再画下一册，下一册画完再画下下册。等咱们将来老了呢，一页一页的翻看，多有意思。
阿爹。阿爹，裴大将军来访，都说什么了？他说，陛下与朝中诸臣都反对你做太子妃，我反唇相讥，他却喟然长叹，说殿下与你两情相悦。像他那样的老头子，难道想傍他鸳鸯？他劝我，为今之计，若裁撤全部崔家军，10万将士齐齐解甲归田，你才可能有机会嫁与李逆做太子妃。不过阿爹，现在天下平定，朝廷肯定是想裁撤兵马，镇西军自不必说了，咱们崔家军肯定是首当其冲的。若不是接受偷袭白水关，估计朝中会更快裁撤咱们全部崔家军。阿爹，现在县府已闭，不然您还是快点回瀛州吧。您这样久担京都，于崔家军于朝廷都一生变故。若是朝廷真的有意要撤裁咱们崔家军，我真的担心有人会对阿爹不利。那你呢？你不跟阿爹一块儿回去啊？我要是跟阿爹一起走，必定会有一番猜忌的。我就留在荆州嘛，也没什么大碍。哼，说来说去，你就是为李逆那小子。阿爹，您不是总骂他傻吗？他既然那么傻，那女儿就留下来，帮他一把。哼，女生外向，什么时候见你这般维护爹爹了？都成天惦记着要帮一个外人。依我看呢，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才解气。好了，阿爹，别生气了，来喝杯茶。人家现在都是当太子的人了，您这样还要抽他一顿，那您也别想脱身走了。公子，吃点干粮吧。我不饿，你吃吧。我也不饿。公子，你服了接说的药，若是不按时再服药的话，就会筋骨寸断而死。咱们还是得想办法回接说去。乌洛首领把他最信任的神剑队都交给了我，但却全军覆没。如今李逆倒是坐上了太子，我绝不会让他和阿莹在一起。看来得冒险入京一趟。公子的意思是，孙敬留下来的那个人，这一次不得不用。父亲，父亲。哦，婉儿来了。过来坐吧。父亲可是劳累了。刚刚来了一位多年老友，说了一会儿话，一时之间就走了神。父亲唤婉娘来，可是有事要说。是啊，如今这朝廷上上下下对册立太子妃一事纷扰不断，想必应该是父亲的手笔。咱们这位陛下呀，是个软耳根，听风便是雨，稍加劝说就能如我们所愿。现在崔氏女不能被册封一事，已经达成共识，
就算太子殿下想要一意孤行，也必然是拗不过陛下的旨意和群臣的极力反对。但咱们这位太子殿下和崔小姐，都不是一般人，他们若是齐心协力，只怕是计谋百出，各有办法。所以得想个办法，能够让太子殿下跟这位崔小姐不能够齐心协力呀。父亲为相10余载，再难的公事，到了父亲手里，还不是妥妥帖帖？这点事又算得了什么？太子妃所育之子，未来亦是天子，能不能让天子唤您一声阿翁，就在此一举了。你怎么穿成这样躺在这儿？过来。海莹，崔伯父走的时候给你留了多少人手啊？我怎么感觉这府里完全不设防？我穿成这样，行动这么不便，我刚进来的时候，就差拆窗破墙了，就这都没有人发现拦住我。京里虽然太平了，但也要防范一些。所以殿下这是一下朝，衣裳都没来得及换，就直奔我这儿来了。你都不知道，今日崔伯父辞京而去，这朝中又一片哗然，一个个逼着我娶太子妃，一个个又逼着不让我娶你，吵来吵去，我便反驳了2句。好了，这些大臣哭的哭，喊的喊，我父皇又趁机骂了我一顿，烦都烦死了。谁是你崔伯父？你不是吧？这崔伯父一走，你就不认了？阿英，我们私奔吧。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殿下这是想要跟我私奔到哪儿去呢？要不你先回瀛州，我去跟那些大臣说，我谁也不娶，谁爱娶太子妃谁娶。然后我就找个由头，直奔瀛州，咱们拜堂成亲，生他个7、8个娃娃，都不用7、8个，等生到第3个，说不定大臣们就绷不住了，就会让你做太子妃。殿下知不知道，要生7、8个娃娃需要花多长时间？我知道，总得个10年8年吧。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那怎么办呢？这朝中政务又不能不管，若我一走，我的那位父皇，又不知道异想天开，又能干出什么事。到时候我还得收拾残局。不然这样吧，我还是回瀛州去。反正呢，我只想做你的妻子，又不想做太子妃。到时候，你常来看我就是了。这种话你都说得出口？我现在是太子，你却不做太子妃，那谁做？说这种话，看我不罚你！殿下，小裴将军来了，说有要事商议。等我。免礼。带人犯。杰硕身吏部家里见过皇帝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好了，父皇，免礼。带人犯。杰硕身吏部家里
见过皇帝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好了，你说你要出手，到底出手何人？家里要出手崔乙，崔乙本与我们乌洛首领谈妥了，只要我们退出白水关，就会私下给我们盐和铁器。但他背弃承诺，不仅追杀我们和方工部，还硬说我们2个部落的老弱妇孺是精兵强将，割下他们的首级充当战绩。陛下，此人乃崔乙俘获的申吏部首领，战败嫌恨，叛污大将，所以才作此言呐！胡说！我们接受人是最直爽的，打不赢就是打不赢，输了就服气。崔乙明明答应只是假打一场，他却杀了我全部族老弱妇孺，我怎能服气？那崔乙在时，你为何不当庭揭发？那时未见过天子，不知陛下如此宽厚仁慈，不仅赦免了我的性命，还赐我衣裳，令我在京都居住。这时我心中才明白，崔乙所做之事，并非是皇帝陛下所吩咐的，而是他自作主张。朕就说，以德感之，必定会报之以德。你们看看，这个家里，就是被朕感化了。陛下，崔乙乃我朝大将，崔家世代镇守瀛州，而且与他们连年交战，崔乙没有理由与他们勾结呀。陛下，所谓养寇自重，武将从来都是以战功胁迫朝廷。他崔乙怎么就不会与接硕勾结呢？这家里说得清楚明白，崔乙杀了其老弱冒充军功，就这一条就是欺君罔上。此言荒谬！崔家子侄死于接硕之手百余，而且崔乙的结发妻子为了守城力战而死，被我朝敕封为武烈夫人。他与接硕有血海深仇，你说崔乙如何会与他们勾结呀？陛下，事出反常必有妖。白水关大捷来得太巧了，怎么就那么巧？崔乙的养子刚劝降，白水关就丢了，而崔乙的大军偏巧就在那左近，如同等着立这场大功一样。臣以为当彻查此事。臣更不明白，为何裴大将军不知崔家军军务，却百般替崔乙辩解？难道也有此等冒功欺君之事？你含血喷人！哼，若不是心虚，怎么裴大将军就一口咬定崔乙与结硕并无勾结？这等十恶不赦的大罪，难道裴大将军能用身家性命替崔乙担保不成？这等大罪，难道有裴大将军担保，就不应该彻查清楚吗？你胡说！够了！文武相结，非朝廷幸事。你既然口口声声说崔乙与你们勾连，那又是如何与你们勾连的？派遣谁去乌洛密谋？既有密谋，你又从何得知？你既得知，那崔乙为何没杀了你？崔乙遣其义子柳承风为使，与我们乌洛首领密谈。我是乌洛首领的亲侄子，所以他曾经私下告诉过我密谈之事。崔乙不杀我灭口，是因为他不知道我知道他与乌洛首领有勾结。你是我朝的俘虏，陛下开恩，赦免了你的性命，但你贪污我朝大将，就这一点，就够被处以极刑。还有，你不要以为你死了就可以一了百了，我会亲自带兵踏平你们乌洛的王朝。我说的都是实话，就凭你的一面之词，就想污蔑崔乙大将军。崔乙的儿子柳承风也出手了，不妨把他叫进来问一问，他知道的比我更清楚。好了，带柳承风上来。是。柳承风带到。有罪之人柳承风，拜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你既已出手，那就好好说说，崔乙和接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崔乙与我说，想保全崔家军的实力，不愿与接硕交战，又担忧朝中迟早会撤裁崔家军，想要做两全准备，因此派我与乌洛密谈，由我杨作劝降，卖了白水关，这样我便可以留在接硕，给崔家军留一条后路。但其实崔乙早就与乌洛谈妥，由他领兵至白水关，乌洛杨作战败，如此崔乙便立下大功，这样朝中也必不会撤裁崔家军，崔乙亦可进退自如。一旦朝中有裁撤之意，便令接硕滋扰边境，而崔乙也答应会暗中供给接硕紧缺的盐、铁器等，养寇自重。那你为何今日出手啊？崔乙以我为棋子，卖了白水关，又令我背负骂名。我深感难以面对九泉之下亲生父母列祖列宗，但更因崔乙寡廉鲜耻，却高居庙堂，世人都以为他是有功之臣。罪民自知，万死莫属。但罪民身为天朝子民，不能通敌卖国，这是最后良知。因此，大义灭亲，出手检举。柳成风啊，柳成风，崔乙对你有养育之恩，你怎么能够为了一己私利，如此污蔑他？太子殿下如此维护崔乙，难道不正是因为一己之私吗？陛下，崔乙曾在两王之乱中救过陛下的性命。如果他要通敌卖国，又为何如此？若不是因为他与接硕勾结，又怎么会那般及时赶到相救于陛下？陛下，这与大捷一样，都是他勾结接硕、贪冒功劳的铁证。对，说的有道理，哪就那么巧，次次都让他赶上。陛下，为今之计，只有命崔大将军即刻还朝，查问清楚，便知分晓。这崔乙匆匆离京，焉知其中是不是有诈？陛下，只能遣重兵，先将崔乙索拿回京，更要防止崔家军作乱。臣附议。臣附议。小姐，咱们要不要赶紧走？我们只要一走，就会落人口实。可是不走的话，大将军只会更加担忧你的。这是一张精心织就的大网，敌人从四面八方而来。现在我们在明，敌人在暗，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机关陷阱在等着咱们呢。那现在怎么办啊？我在想，只要父亲能够顺利回到瀛州崔家军大营，朝廷一时半会儿也不敢将父亲怎么样。到时候再慢慢想法子吧。眼下殿下还没有出宫，要不等殿下回来之后，你们再商议商议。不，当此贤义之时，他又是储君，
事情又牵扯到两王之乱，本就瓜田李下，最是微妙，不要把他卷进来，还是避嫌为好。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想这么多呢？他处处为我着想，我也应当为他着想一些才是。十七郎，我出了宫就一直在等你，等到半夜也没见你去。你这符力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刚一路进来如履平地，万一有刺客怎么办？因为十七郎是最好的斥候，所以才会如履平地呀。这要是换做旁人，早就变成刺猬了。真的假的？我不信。来人！下去吧。现在信了吗？信了，信了，这回我放心了。殿下大半夜跑过来，就是为了检查我的防护吗？我担心你和崔大将军。这等阴损的招数，也只有阴险之辈才想得出来。他们未达到目的之前，是不会行刺我跟阿爹的。阿影，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那是哪里啊？突然走水了。是大理寺。走了。陛下驾到！惊扰了陛下，臣等罪该万死。连大理寺都有人敢闯进去，我这个做皇上的，睡不安枕也是应该的。好了，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伙贼人武艺高强，黑衣蒙面闯入狱中，狱卒被杀14人。接说审理部首领家里被刺死，柳成风重伤，幸得禁军及时赶到，与那伙劫狱的贼人力战，贼人被歼3人，原俘获4人，皆立刻服毒身亡，走脱数人。所用武器、衣着物品，臣等悉心查验，皆无任何线索。哼，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杀人，干得利索。贼人放火，大概是想将所有人和证据付之一炬吧。幸而禁军及时赶到，将重伤的柳成风救了出来。不过他受伤太重，还不能问话。都已经这么明显了，这伙贼人就是崔乙派来的，目的就是杀人灭口。裴宪，臣在。你亲自带一队人马去追，要是追不着，就不必回来见朕了。陛下，裴大将军年事已高，这般彻夜奔波，让裴元去吧。也行，即刻去裴府传旨，让裴元带一支精兵，务必要把崔乙追回来，不然朕就问他的罪。是。陛下，若此事真是崔乙所为，只怕他留在京中的那个女儿也是主事之人，不如立即将其传来问话。他不是。你怎么知道他不是？今晚我就在他房中，他自然不是。不知羞耻！啊，陛下，男未婚，女未嫁，少年人一时情热，迟迟忘归也是有的。孤男寡女，3更半夜同处一室，还好意思说出来？这个崔氏女，她就是一个狐狸精，带坏了朕的太子。是我闯进他府中，我翻窗进去的。今天我就把这话说明白了，我就要娶崔琳为妻，谁劝都没有用。
她是我唯一认定的太子妃。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啊？生下你这么一个冤种，是上辈子结的仇，这辈子来要我的命的。陛下，陛下，陛下，陛下慎言呐！如此会寒了太子殿下的心呐。这算是明白了。他只要气死他自己就可以当皇帝。我这还有什么意思？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太子殿下，就认个错吧。陛下毕竟已经有了春秋。我说殿下为人臣，就算是为人死，也不当如此啊。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要不你就去把崔大将军追回来。追回来之后，查清原委，一切不都了结了吗？对，不用裴元，你亲自去，只要把崔毅追回来，朕就还认你这个儿子。要不然，朕就一头撞死在这个柱子上。陛下，陛下，哎，太子殿下，你就听老臣一句劝吧，去把崔大将军给追回来。陛下圣明，他是不会冤枉一个忠臣的。你要是追不回崔毅，朕一定杀了崔氏女。你要有本事，就杀了老子，自己当皇帝。还不快去！小姐，外面不知道为何，小裴将军带着人把咱们府严严实实的围住了。小裴将军带着人，他没说要进来见我吗？没有，他只让我进来告诉你，说他带着禁军来的，让我们府内的人暂时都不要出入。天都快亮了，也不知道阿爹现在过了越州没有。咱们要不要派人先去问问殿下？不，李密现在怕是已经不在西长京了。大将军，过了前面那个隘口，就到市州地界了。青碧河东侧就有我崔家军重骑，现已得令前来接应了。只待两下里会合之后，咱们回瀛州，自当是安然顺遂。走吧，早点跟大舅会合，早是安心。是。你说已经过去7、8天了。李逆能不能带崔毅回来？哎呀，这不好说啊。通敌卖国可是大罪，太子若能把崔毅带回，陛下一定要彻查到底呀。顾相说的有理。崔毅若通敌卖国，必赐他死罪啊！只是太子对崔氏女有情。若是太子非要娶她做太子妃，那崔毅这个罪可就难治了呀。不如趁这个李逆如今不在西长京，朕赐婚一名太子妃，这样就生米煮成熟饭了。
这太子殿下不在的话，在礼法上是不能册立太子妃的。那梁帝呢？梁帝是不需要太子亲迎的，而且最要紧的是，梁帝再升一级的就是太子妃了。哎呀，到时候让他们册立一下就行了。陛下此计约莫可行。故乡啊故乡，我就知道你一定会体谅朕的。你家婉娘是一个好孩子，朕也不忍心委屈了她。可是现在不是事态紧急吗？只能让她先做梁帝。等李妮一回来，朕保证册她为太子妃。什么？不可！万万不可！万万不可！陛下，臣的女儿怎么能够配得上太子殿下呢？请陛下您收回成命吧！万万不可呀，陛下！故乡啊，你为相10余载，对先帝、对朕，那都是忠心耿耿。朕知道此事委屈了你们家的女公子，但是现在事态紧急，除了你，朕还能相信谁呢？若是故乡你不答应，陛下，不是臣不答应啊！此事若是传了出去，旁人会说臣为了攀龙附凤，将自己的女儿硬塞进东宫，以后您叫臣有何颜面出去见人呐？故乡，你这是要朕求你吗？陛下，臣为了陛下，本就可以万死不辞，些许流言和骂名，臣为了国朝，不应计较。好，这就对了，啊！小裴将军送来的，还有今日的瓜果蔬菜。他居然还问我，咱们还缺什么？他不过是尽他的职责罢了，何必跟他生气呢？可是我们大家都那么相熟了，他倒好，招呼都不打一声，带着禁军就把咱们府前府后围得水泄不通的。又何必怨他呢？八成是李逆叫他这么做的吧？啊，那就更可恨了。他自己去追大将军了，还派裴元在这儿看着咱们，这都多少天了呀？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桃子，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在京中的人手少，李逆让裴元围了此处，总比其他人围了这儿会更方便、更安全。女儿明日便要奉旨入东宫去了，父亲可还有什么话要叮嘱女儿？婉娘，你过来。婉儿啊，你知道，太子是个聪明之人。孩子啊，你此去不易呀，凭你的聪明才智，花上几年时间，总能够笼络住太子。只要生下个一儿半女，那就大局已定，你将来就是皇后。父亲，您就放心吧。前方有大雾，徐徐而行。哎，小姐，那你说，大将军会跟殿下回来吗？我不知道呀。那崔姨若真敢回来，就是钻进了笼子里面的老鹰，拔去了爪牙的老虎，在朝中，在京中，总有办法让他性命不保的。那女儿就放心了。
是你。大将军，随我回去吧。有人攀污您通敌卖国，勾结接硕，望大将军随我回去，以解众人之疑。所以太子殿下，这是来劫杀我的？不是，我的马比您的马快，况且我持有皇令出城可调动天下所有州县府的兵马。若我有意劫杀大将军，我早在宣州、齐州、淄州等处设伏。我既然在这儿等着，已经诚意尽显。你选的3个设伏的地点倒是不错，何不如你所言设伏，你我痛快一战？大将军若是这般回去了，朝廷从此必将崔家军视为朝中心腹大患，只怕届时会命我领兵。我实在不愿意与崔大将军兵戎相见。若你我一战，受苦的只会是百姓。大将军随我回京，我必定会倾尽全力，替大将军洗脱不白之冤。拜见母后。快起来，快起来！这是婉娘绣的，如今时兴的花样，给皇后娘娘做双袜子吧。这么精致，哪舍得做袜子？给顾良娣赐座。谢皇后娘娘。难为你自从进了东宫，就日日都过来给我问安问好。晨昏定省，这不是晚辈该做的吗？刚才陛下还跟我念叨，说算这日子，太子总还有7、8天就该回来了。等太子回来，你们新婚燕尔的，就不必每天都过来了，伺候好太子才是。陛下，顾相，陛下，太子殿下领着崔大将军已经进了崇家门了。什么？太子这么快就回来了？可真的把崔姨给劫回来了？大将军，阿爹，哎，阿爹，阿爹怎么真的回来了？回来了，进屋说去。殿下，殿下，你怎么来了？崔大将军已经回府，崔府暂且无事，我就赶过来了。有一件要紧的事，我得告诉殿下。什么事？殿下不在京中这几日，陛下赐给殿下一名良娣，正是顾相的女儿顾婉娘。什么？顾良娣已经在东宫了。良娣不比太子妃，只要礼部走个规程，就可以送进东宫。殿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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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脸色，刚才定是为崔大将军的事情已经顶撞过陛下了。如果再进宫去，因为顾良娣的事情和陛下闹翻的话，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洗脱崔大将军的冤屈，立崔小姐为太子妃，才是最最要紧的事情。吃饭吧。
爹何必回来呢？我一想，你一个人在此，万一被那小子欺负了，我就回来了。怎么，阿爹回来晚了，害得阿银不快了？我知道，阿爹都是为了我才回来的。那些宵小啊，他们诬陷我，我此番回来就是要看看，到底是何等小人，敢行如此可恶之事。怎么了？我就是难过。阿爹，您这样回来，不亚于是自投罗网。您知道，若您不回来，我和李逆就没办法结为夫妻。您就是为了我才回来的。你嫁不嫁他都不打紧，但阿爹可不愿背上痛敌卖国之名啊，也不能委屈了你。好啦，别难过了，阿爹没事儿。吃饭吧。嗯。已经吵了好多天了，今天陛下竟然真的下旨，给崔仪定了通敌叛国之罪。太子殿下查了多日，却一无所获。但是此事其实只凭家里的口供，但偏偏那个家里被灭了口，如今只剩下一个奄奄一息的柳成风，一口咬死崔大将军。但现在呢，又无法和接树对峙，自然无法查证。这个局做得很老辣，摆明置崔仪于死地。但是父亲，太子殿下还在宫里，坚持说崔大将军无罪。一看这个天气，恐怕是要下雨了。父亲，太子殿下能劝住陛下吗？陛下对崔家妇女本就颇有成见，而且陛下对太子也不是很亲近，再加上我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挑唆陛下，恐怕太子殿下劝不住他呀。陛下，陛下，已经让太子在殿外跪了足有大半日了，再跪下去，只怕伤身。不管他，这个逆子每天上朝就知道逼朕，非要说那崔乙是清白的。他这么维护他，难道崔乙才是他的亲爹吗？哼！陛下。陛下这是气糊涂了，太子他也不过是为情所困罢了。这个逆子，朕替他选了那么好的良地，他居然看不上眼。我看他现在为了这个崔氏女，可以去替崔乙拼命。陛下莫要生气了。太子曾经受过重伤，伤愈不久，就出城去替陛下劫回崔乙。风尘仆仆，千里往返，纵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外头下那么大雨，让他换件衣裳，免得着凉。
就让太子先起来吧。让他跪着，他不是骨头硬吗？一直跪到他认错了才能起来。哼！陛下，你就只有这一个儿子了。殿下，陛下让您起来，命老奴扶着您更衣去。殿下，去告诉陛下，不还崔乙清白，不让崔乙之女做太子妃，我就不起来。殿下，您这不是让老奴为难吗？将我的原话告诉他。照我以前的脾气，我早就会老了过。如今没有办法抛下天下不管，让陛下好好想想，是污蔑崔乙重要，还是李逆的性命重要？快去！吃药了。这样的阴雨天，身上的旧伤最容易酸痛，怎么还站在外面呢？哎呀，确实，这身上又酸又痛，这雨下的真久啊！殿下，您赶紧起来吧！就当是老奴求您了，老奴求您了，何必跟陛下赌气呢？您自己身子要紧啊，殿下，老奴求您了啊！起来吧！赌气！令大臣蒙冤，迫害众人，非人君之气概。崔大将军，崔大将军可是救过陛下的命，我这叫赌气吗？陛下怎能行如此糊涂之事？除了敌人的奸计，他怎能如此为之？他怎能如此为之？非人君之气概，崔大将军可是救过陛下的命，我这叫赌气吗？陛下怎能行如此糊涂之事？除了敌人的奸计，他怎能如此为之？他怎能如此为之？你就起来吧，殿下！殿下怎么扛？殿下，你都流鼻血了，殿下！你起来吧，殿下！殿下！你无妨吧，殿下！殿下呀！
你快起来吧，咱们再想想办法，兴许就能转还了啊！石七郎，起来吧，石七郎，陛下他是一时气急，待老臣去好好劝劝，兴许有转还的机会呀。殿下，殿下，我求求您了，你就起来吧，你要爱惜身子呀！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什么事啊？没什么。哦，桃子，你帮我去门口看看小裴将军在不在。他要是在的话，就说你想见他，请他进来吗？嗯。可现在这么晚了，雨又下得这么大，他若是不在呢？总觉得坐立不安的，不知道是不是这雨下得太大了。没事的。前些天，父亲是独自回来的。这些天，李妮没有请人来过，自己也没有来。我看他呀，是不好意思来咱们这儿。毕竟大将军是他追回来的，也是他害得大将军和你被困在这府里。外面现在都围得像铁桶一样，咱们都还不能出去呢。我在想，不久之前，他曾经受了那么重的伤，这一次去追父亲，只怕往返不止千里，而且回来之后，一日也不曾休息过。桃子，你是知道的，他这次内伤真的很严重，你还是帮我去看看小裴将军在不在？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总觉得要出事。你不要担心，我现在就去看。嗯。如何呀？殿下这是亏好的厉害呀！当初受了那么严重的伤，这半年都应该好好将养才是。但奔波操劳，又急怒攻心，在雨里又跪了那么久，内虚外耗，不太好啊！老奴这就去回禀皇上。那我先开个方子。我记得当初有个叫桃子的姑娘，擅长经针之术，殿下当时的伤就是多亏了她。如今要不还请她来给殿下针灸？父亲，哎呀，我去请桃子。好。哎呀，哎呀，殿下，不准告诉桃子。殿下，可是你现在已经……殿下，陛下已经允了你的请求，相信崔将军无罪。只是，殿下，顾两地求见。别去，父亲。
说殿下从宫里出来，身子不适，还传了御医，所以我特意煮了碗汤。哦，殿下只是旧伤复发，不碍事。小裴将军，就让我进去看看殿下吧。我只把汤喂他喝了就走，可以吗？殿下说了，他今日身体有些乏累，不想进来。顾两弟还是早些回去安置吧。小裴将军，这里是东宫，我们小姐可是殿下的良弟，你拦着我们良弟，真的是殿下的意思吗？秋翠，多嘴。小裴将军说了，殿下不愿意见人，那自然是殿下的意思。小裴将军，这丫头无礼，回去我一定重重责罚她。哦，不碍事。叫我良弟，我是太子殿下的良弟，以后我还会是太子妃。小姐。这又是一连好几天了，小裴将军一直都不在。我托门外的禁军给他带话，他也一直不肯来，也不见他有一句半句的回话。你说，他们是不是真的要给大将军定罪啊？不会的，李逆不会的。你都不喊他17郎了，你是不是生气了？哦，桃子姑娘，常儿也来了，但她未奉诏不能进来，不如你和我出去，和她说几句话。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是出什么事了吗？没有。阿阳。陛下和朝中群臣都觉得崔大将军是清白的，陛下也答应了，让我娶你为太子妃。但是有个条件，解散崔家军。解散崔家军。我不能答应。你放心，崔家军解甲归田，兵不会做好杀好。如果朝廷觉得崔家军人数太多，可以撤裁部分，但是不能解散崔家军。你知不知道，崔家军是我阿爹的心血，是我崔家的命脉。
如果一定要解散崔家军，那我宁可不嫁给你。不行，你必须要嫁给我做太子妃，不然我很难保全你们父女的性命。那你为什么要追阿爹回来呢？如果不是你去拦他，他现在已经回到瀛州了。如果他回到瀛州，我们父女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龙如鸟、真伤肉，任人宰割。更无需你说的，来保全我们父女性命。阿姨，你还不明白吗？解散你们崔家军势在必行。若崔大将军真的回了瀛州，朝中对崔家军只会更为忌惮。到了那个时候，更是不得不兵戎相见。结硕仍在虎视眈眈。如果解散了崔家军，叫我们瀛州百姓该如何？叫我们崔家军10万将士何去何从？朝廷就因忌惮我们崔家，这些就不管不顾了吗？朝中不只有崔家军能战，原来如此，这是要过河拆桥啊！阿英，我说过了，崔家军解甲归田，兵不会做好善后，更不会委屈了将士。如此说来，倒是我们父女别有用心，不顾全大局了吗？是，我知道你想保全所有，但是世上很多东西难以两全。我已经尽全力想要保住你和崔大将军，所以朝中才会答应，只要解散崔家军，你就可以做太子妃，那么崔大将军就是我的岳父。如果一定要解散崔家军，一定要把阿爹逼到如此绝境。那我还是不嫁给你了吧。你去跟崔大将军说，看看他怎么选。解散崔家军，你做太子妃；你不做太子妃，也得解散崔家军，否则崔大将军的性命我保全不了。我都知道了，裴大将军亲自来过了，将好些话都跟我说清楚了。阿爹，总是能想到办法的。我虽然跟李逆争了几句嘴，
但是他对女儿总会有一刻半刻的心软。要不过两天我把他骗到府中来，以他为质，咱们父女总是可以想到办法出脱京城，远走高飞。不用了，阿英。阿爹这一生和你阿娘一样，只是盼你好。你和他两情相悦，阿爹为什么要拆散你们呢？阿爹，那女儿宁可不嫁。崔家军可是咱们崔家人几代人的心血。小的时候，你和阿娘常常跟我说，我们崔家势震英州，皆数屡次犯境，前辈先祖这才以崔家子弟为主，招揽能战之士，建立了崔家军。我们崔家军号称定胜军，都是您带着崔家无数子弟用血拼出来的。阿娘也是为了守城而死。崔家军是您跟阿娘一辈子的骄傲。不，阿英，你才是我跟你阿娘最大的骄傲。阿爹，我不要嫁人了，咱们远走高飞吧。傻孩子，阿爹老了，就算回了瀛州，又能有几天安逸的日子可以过？本来阿爹确实有替朝廷踏平劫数的雄心，但是你看，李妮他是一个胸怀万钧之人，他比阿爹年轻，他也比阿爹做得更好，在他手里，朝廷必能击败劫数。你说阿爹何必非要成为一块绊脚石？可是阿爹，女儿心里不舍。阿爹何尝舍得？本来，阿爹打算把崔家军留给你，你愿意嫁人，这就是最好的嫁妆。你不愿意嫁人，这辈子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逍遥自在。如今你要做太子妃了，这嫁妆实在无用，反成阻碍。那就10万大军解甲归田吧。
阿爹头发怎么了？阿爹，阿爹头发怎么全白了？哎呀，阿爹老了，阿爹没用了，阿爹不仅救不了你阿娘，甚至连回家的路都记不得了。你阿娘这次巡城啊，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我是不是很没用？来，咱们别在这儿待着，咱们回家，回家去好吗？你回家，我要去天宝，我要去天宝，不能误了时辰。阿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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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要去哪儿啊？天宝，大将军，阿爹，不能误了时辰。大将阿爹，咱们回家吧，阿爹。崔家军的大营在哪儿？我怎么找不着了？军营呢？军营呢？军营在哪儿？军营在哪儿？阿爹，我要走了。迎亲！迎亲！入位！迎新妇！自当吉月，会时令臣，新人新妇，上世宗庙，下祭后事，奉旨以礼。一拜天地宗庙社稷，各从景福。拜。二拜帝后，承我宗室。拜。
皇太子嘉聘礼成，群臣恭贺。太子殿下，太子妃殿下，花烛良宵，早些安置吧。我答应过你3次相让，这是第1次。有本事你就杀了我，我不用你让。太子妃，卯时过半，该起了。太子殿下，太子妃殿下。
请去凤章殿给陛下、皇后娘娘问安。心腹奉茶。父皇，母后，起来吧。谢父皇，谢母后。太子娶得心腹，你二人从今日起，须同心同德，互敬互爱，方是夫妇之道，大伦之本。儿臣遵旨。太子妃是心腹，宫中多有规矩，东宫里的事务也甚是繁琐。我身边的赵女使颇为得力，便将她赐予东宫，服侍太子妃。多谢母后体恤。母后，东宫里的人多得很，侍候太子妃的女官、宫女不下100人。既然是这么得力的人，不如继续留在母后身边吧。你们男人呐，哪懂得做心腹的难处？若没有一个得力的女官帮衬，不知道要费多少力气和心思。既给了太子妃，太子便不要推辞了。是。太子妃，你们留在这里。是。阿英，阿英，殿下有事吗？皇后赐你女使，明显是有监视之意。你为何毫不推脱，手会答应？母后也是一片好心。殿下想多了吧？阿英，不要这么对我好不好？殿下是想让我笑吗？我可以笑的。你要是恨我，跟昨晚一样刺我便是。我为什么要刺你啊？我又打不赢你。统共才相让我3次，现在只剩下2次了。殿下要是真杀了我，可怎么办？我阿爹现在已经像个小孩子一样，他既记不得回家的路，也不知道崔家军其实已经没有了，每天还念叨着要回大营里去看看。我要是死了，我阿爹也活不了。殿下想要娶我，现在已经娶了。殿下想让我做太子妃，我现在也已经是太子妃了。殿下若还想让我像从前新月17郎那样新月殿下，那恐怕是不能。小姐，桃子，小姐，他们都不让我进来，可算见到你了。怎么脸色这么差？才1个晚上，就好像瘦了些呢。阿英没胃口，昨晚到现在滴水未进。你去做一些甜汤，看她喝不喝一些。非人君之岂可！崔大将军，崔大将军可是救过陛下的命。
我这叫赌气吗？陛下怎能兴出此糊涂之事？除了敌人的奸计，他怎能如此为之？他怎能如此为之？殿下，殿下，你怎么了？殿下，殿下，老奴求求你了，你就起来吧，殿下。殿下，陛下怎么疼？殿下，你都流鼻血了，殿下，你起来吧，殿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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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无妨吧，殿下。殿下呀，你快起来吧，咱们再想想办法。兴许就能转还了啊！赤青郎，起来吧，赤青郎！陛下他是一时气急，待老臣去好好劝劝，兴许有转还的机会呀。殿下，殿下，我求求您了，你就起来吧，你要爱惜身子呀！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殿下！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什么事啊？没什么。哦，桃子，你帮我去门口看看小裴将军在不在。他要是在的话，就说你想见他，请他进来吗？嗯。可现在这么晚了，雨又下得这么大，他若是不在呢？总觉得坐立不安的，不知道是不是这雨下得太大了。没事的。前些天，父亲是独自回来的。这些天，林毅没有请人来过，自己也没有来。我看他呀，是不好意思来咱们这儿。毕竟大将军是他追回来的，也是他害得大将军和你被困在这府里。外面现在都围得像铁桶一样，咱们都还不能出去呢。我在想，不久之前，他曾经受了那么重的伤，这一次去追父亲，只怕往返不止千里，而且回来之后，一日也不曾休息过。桃子，你是知道的，他这次内伤真的很严重，你还是帮我去看看小裴将军在不在？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总觉得要出事。你不要担心，我现在就去看。如何呀？殿下这是亏好的厉害呀！当初受了那么严重的伤，这半年都应该好好将养才是。但奔波操劳，又急怒攻心，在雨里又跪了那么久，内虚外耗，不太好啊！老奴这就去回禀皇上。那我先开个方子。我记得当初有个叫桃子的姑娘。擅长经针之术，殿下当时的伤就是多亏了她。如今要不还请她来给殿下针灸，
父亲，哎呀，我去请桃子。好。哎呀，哎呀，殿下，不准告诉桃子。殿下，可是你现在已经……殿下，陛下已经允了你的请求，相信崔将军无罪，只是……殿下，顾两地求见。别去，父亲。顾两地，听说殿下从宫里出来，身子不适，还传了御医，所以我特意煮了碗汤。哦，殿下只是旧伤复发，不碍事。小裴将军，就让我进去看看殿下吧。我只把汤喂他喝了就走，可以吗？殿下说了，他今日身体有些乏累，不想进食。顾两地还是早些回去安置吧。小裴将军，这里是东宫，我们小姐可是殿下的良娣，你拦着我们良娣，真的是殿下的意思吗？秋翠，多嘴。小裴将军说了，殿下不愿意见人，那自然是殿下的意思。小裴将军，这丫头无礼，回去我一定重重责罚她。哦，不碍事。说了吗？叫我良娣。我是太子殿下的良娣，以后我还会是太子妃。 小姐，这又是一连好几天了，小裴将军一直都不在。我托门外的禁军给他带话，他也一直不肯来，也不见他有一句半句的回话。你说，他们是不是真的要给大将军定罪啊？不会的，李逆不会的。你都不喊他17郎了。 你是不是生气了？哦，桃子姑娘，长儿也来了，但她未奉诏不能进来，不如你和我出去，和她说几句话。 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是出什么事了吗？没有。阿阳，陛下和朝中群臣都觉得
崔大将军是清白的，陛下也答应了，让我娶你为太子妃。但是有个条件，解散崔家军。解散崔家军。我不能答应。你放心，崔家军解甲归田，兵部会做好善后。如果朝廷觉得崔家军人数太多，可以撤裁部分，但是不能解散崔家军。你知不知道，崔家军是我阿爹的心血，是我崔家的命脉。如果一定要解散崔家军，那我宁可不嫁给你。不行，你必须要嫁给我做太子妃，不然我很难保全你们父女的性命。那你为什么要追阿爹回来呢？如果不是你去拦他，他现在已经回到瀛州了。如果他回到瀛州，我们父女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龙如鸟，针上肉，任人宰割。更无需你说的，来保全我们父女性命。阿姨，你还不明白吗？解散你们崔家军势在必行。若崔大将军真的回了瀛州，朝中对崔家军只会更为忌惮。到了那个时候，更是不得不兵戎相见。皆说仍在虎视眈眈。如果解散了崔家军，叫我们瀛州百姓该如何？叫我们崔家军10万将士何去何从？朝廷就因忌惮我们崔家，这些就不管不顾了吗？朝中不只有崔家军能战。原来如此，这是要过河拆桥啊！阿英，我说过了，崔家军解甲归田，兵部会做好善后，更不会委屈了将士。如此说来，倒是我们父女别有用心，不顾全大局了吗？是，我知道你想保全所有，但是世上很多东西难以两全。我已经尽全力想要保住你和崔大将军，所以朝中才会答应，只要解散崔家军，你就可以做太子妃，那么崔大将军就是我的岳父。如果一定要解散崔家军，一定要把阿爹逼到如此绝境。那我还是不嫁给你了吧。你去跟崔大将军说，看看他怎么选。解散崔家军，你做太子妃；你不做太子妃，也得解散崔家军，否则崔大将军的性命我保全不了。
知道了，裴大将军亲自来过了，将好些话都跟我说清楚了。阿爹，总是能想到办法的。我虽然跟李逆争了几句嘴，但是他对女儿总会有一刻半刻的心软。要不过两天我把他骗到府中来，以他为质，咱们父女总是可以想到办法出脱京城，远走高飞。不用了，阿英。阿爹这一生和你阿娘一样，只是盼你好。你和他两情相悦，阿爹为什么要拆散你们呢？阿爹，那女儿宁可不嫁。崔家军可是咱们崔家人几代人的心血。小的时候，你和阿娘常常跟我说，我们崔家势震英州，皆说屡次犯劫，前辈先祖这才以崔家子弟为主，招揽能战之士，建立了崔家军。我们崔家军号称定胜军，都是您带着崔家无数子弟用血拼出来的。阿娘也是为了守城而死。崔家军是您跟阿娘一辈子的骄傲。不，阿英，你才是我跟你阿娘最大的骄傲。阿爹，我不要嫁人了，咱们远走高飞吧。傻孩子，阿爹老了，就算回了瀛州，又能有几天安逸的日子可以过？本来阿爹确实有替朝廷踏平劫数的雄心，但是你看，李逆他是一个胸怀万钧之人，他比阿爹年轻，他也比阿爹做得更好，在他手里，朝廷必能击败劫数。你说阿爹何必非要成为一块绊脚石？可是阿爹，女儿心里不舍。阿爹何尝舍得？本来，阿爹打算把崔家军留给你，你愿意嫁人，这就是最好的嫁妆。你不愿意嫁人，这辈子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逍遥自在。如今你要做太子妃了，这嫁妆实在无用，反成阻碍。那就10万大军解甲归田吧。
爹头发怎么了？阿爹，阿爹头发怎么全白了？哎呀，阿爹老了，阿爹没用了，阿爹不仅救不了你阿娘，甚至连回家的路都记不得了。你阿娘这次巡城啊，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我是不是很没用？来，咱们别在这儿待着，咱们回家，回家去好吗？你回家，我要去点卯，我要去点卯，不能误了时辰。阿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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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要去哪儿啊？点卯，大将军，阿爹，不能误了时辰。我老了。大将军，阿爹，咱们回家吧，阿爹。崔家军的大营在哪儿？我怎么找不着了？军营呢？军营呢？军营在哪儿？军营在哪？阿爹，我要走。迎接，入位，迎新部。自当即月，会时令臣，新人心腹，上世宗庙，下祭后事，奉旨以礼。祭拜天地，宗庙社稷，克崇景福，拜。二拜帝后，承我宗室，拜。皇太子嘉聘礼成，群臣恭贺。
太子殿下，太子妃殿下，花烛良宵，早些安置吧。我答应过你3次相让，这是第1次。有本事你就杀了我，我不用你让。太子妃，卯时过半，该起了。太子殿下。太子妃殿下，请去凤章殿给陛下、皇后娘娘问安。心腹奉茶。父皇。母后。起来吧。谢父皇。谢母后。太子取得心腹，
你二人从今日起，须同心同德，互敬互爱，方是夫妇之道，大伦之本。儿臣遵旨。太子妃是心腹，宫中多有规矩，东宫里的事务也甚是繁琐。我身边的赵女使颇为得力，便将她赐予东宫，服侍太子妃。多谢母后体恤。母后，东宫里的人多得很，侍候太子妃的女官、宫女不下100人。既然是这么得力的人，不如继续留在母后身边吧。你们男人呐，哪懂得做心腹的难处？若没有一个得力的女官帮衬，不知道要费多少力气和心思。既给了太子妃，太子便不要推辞了。是。太子妃，你们留在这里。是。阿英，阿英，殿下有事吗？皇后赐你女使，明显是有监视之意。你为何毫不推脱，手会答应？母后也是一片好心。殿下想多了吧？阿英，不要这么对我好不好？殿下是想让我笑吗？我可以笑的。你要是恨我，跟昨晚一样刺我便是。我为什么要刺你啊？我又打不赢你。统共才相让我3次，现在只剩下2次了。殿下要是真杀了我，可怎么办？我阿爹现在已经像个小孩子一样，他既记不得回家的路，也不知道崔家军其实已经没有了，每天还念叨着要回大营里去看看。我要是死了，我阿爹也不会。殿下想要娶我，现在已经娶。殿下想让我做太子妃，我现在也已经是太子妃了。殿下若还想让我像从前心悦17郎那样心悦殿下，那恐怕是不能。小姐，桃子，小姐，他们都不让我进来，可算见到你了。怎么脸色这么差？才1个晚上，就好像瘦了些呢。阿英没胃口，昨晚到现在滴水未进。你去做一些甜汤，看她喝不喝一些。是。我帮你摘吧。不用了。一会儿吃些东西再睡吧。不能不吃东西啊。等会儿桃子做甜汤来了，喝2口。太子殿下、太子妃殿下，顾良娣前来拜见2位殿下。叫他回去，说我身子不舒服。是。且慢，差点忘了，这东宫里面还有位顾良娣呢，请他进来吧。是。臣妾拜见太子殿下、
太子妃娘娘。免礼。是。原本一早就该来给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问安，但想着今晨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娘娘都要去凤章殿给陛下和皇后娘娘问安，所以直到此刻晚娘才来。明日臣妾一定5更就来，侍候太子妃娘娘梳妆。不必了，五谷我起不来，而且这里人很多，也不用你特意过来侍候。是。臣妾修了一幅鸳鸯图，恭贺太子殿下与太子妃娘娘大婚。修得不错，娘娘谬赞了。自从太子殿下大婚的消息传来，婉娘心里是比谁都高兴。一来是婉娘有幸与娘娘算得上是旧识，知道娘娘是睿智爽利之人，没有半点女儿家的扭捏；二来娘娘成了太子妃，太子殿下心里高兴，婉娘自然也心中欢喜，觉得有了主心骨。顾良娣这副鸳鸯绣的确实不错，刚好我这儿还缺一个屏风，那就再帮我绣一个大绣屏吧。不麻烦你吧？娘娘真是太客气了，不麻烦。娘娘看得上是婉娘的福气。那就好，我累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是，臣妾明日再来给娘娘问安。明日不用来了。既然太子妃看上你绣的东西，那你就尽快绣好吧。是。要不换件衣裳再睡？太子妃定然是故意的。哪有这么早就歇午觉的？明明知道良娣今日是一定要拜见他和太子殿下的，他就是存心怠慢您，还让您绣屏风。那绣屏那么大，得绣到何年何月去？最可恶的是，太子殿下也站在他那边。住嘴！太子殿下也是你可以抱怨的。太子妃乃崔大将军独女，性情骄纵，5更都不肯起来，也不知道他从前行军打仗是几更睡几更起，这明显就是一番托词。他就是不想看到我罢了。既然他不想看到我，说明他很在意我。既然他在意我，那我更要多多出现在他面前，让他时时刻刻记得，这东宫里头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位太子良娣。殿下，下去吧。汤到了，桃子刚送来的，喝2口吧。
是大将军，每天都在这里。是大将军。你们是在叫我吗？你们谁呀？你们看，这地方地形不错，要是敌人来抢滩的话，该怎么办？敌军几何，我军几何？若是敌我相当，自然是在那儿用上弓箭；若是敌军数倍于我，便布上旌旗，左右侧翼用箭；若是我军数倍于敌，便中流击之。说得不错，咱们崔家军有你这样的后生，也算是难能可贵。告诉我你的名字，我将来升你当队长，好好立功，前途无量。大将军，我叫李尼。这名字听着耳熟，但是想不起来。你的样子，我好像也在哪儿见过，可是记不得了。小姐，我每天都给大将军施针用药。大将军虽然清醒了一些，可还是有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阿爹这是心病，只怕是施针用药都治不了根本。咱们还得再想想其他的法子。我回去以后再多查阅一些医书，看看还有没有未用过的医治之法。怎么了？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吧。大理寺那边传来消息，柳成风因为伤势过重，又感染了伤寒，一直高热不退，昨晚死了。死了。你和殿下大婚，陛下下旨要大赦天下，大理寺就以为柳成风也要被赦免，所以就将他从单独的牢房换到了大狱里。谁能想到，大狱里有个犯人得了伤寒，陆陆续续传染给了好几个人，也传染给他了，就这么死了。那尸首呢？因为是伤寒，大理寺也不敢轻易掩埋，就将他的尸首还有其他几个犯人一起一把大火烧成了骨灰，胡乱埋在乱葬岗了。我知道了。两弟，起这么大一幅草稿，得绣到什么时候去啊？不如选个简单的花样，早早绣完了才是。既然夸我绣得好，那自然不能敷衍了事，就绣一幅百鸟朝凤图。百鸟朝凤图，那得用上百种丝线，只怕要绣上1年半载。小姐，不，
梁帝，这也太好神了。对啊，如此繁复的花样图案，我自然得慢慢修。太子妃所住的承鸾殿里，是得有这样一幅百鸟朝凤图，寓意吉祥。只是不知道我修好了，他是否还能安然住在那儿？我也老了，以前哪有这耐性啊？钓什么鱼？下水捞几条，岂不痛快？可是后来一琢磨，这钓鱼跟射符非常像。你看，往水里，哎呀，撒上鱼饵，诱之以利，然后还要沉住气，等鱼真的上钩。你看，是不是跟射符很像？大将军，跟我讲一讲崔家军吧。崔家军这说法，文宗年间就有了。那时候街上人老来抢粮食，我太爷爷的大伯就组织崔家的子弟起来反抗。这一来二去啊，就有了崔家军。后来陆续扩张，朝廷也给了粮饷。崔家的子弟总是要上阵杀敌，死得早，所以长辈们总是张罗着早点结亲生子。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已经娶妻了。我也已经娶妻了。是吗？谁家的姑娘？哪天你带来我瞧瞧。好。可惜啊，我的娘子。有一次，我带兵出城去打仗，城里只剩下老弱妇孺。敌人来袭城，他带着娘子军奋力反抗，没有后退半步，就这样战死殉城了。赶回去的时候，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着。我抱着他冰冷的尸体，悲痛万分。还好。我和他还有一个孩子，不然那一刻真难活下去。大将军，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我娘子和我结离10多年，跟着我在瀛州戍边，连一天半天好日子都没过过。我和他少年夫妻，没想到没有恩爱到白头，甚至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你说，有再大的功业，又有何用？
可是我心里最大的憾事。当时我心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报仇，替娘子报仇。后来，我替我娘子报仇了。咱们崔家军在我的手里，也算是更进一步了。所以朝廷赐名咱们崔家军为定胜军。咱们崔家军有面旗帜，上面绣着“定胜”2个字，那是先帝所赐。我常想，咱们崔家军有现在的成就，那是有我娘子一半的功劳。若是她能看到那面旗帜，哎呀，不知该有多欢喜。可惜她再也看不着了。那面旗帜，若小子有幸，也能看上一眼就好了。你生得晚，没有看到我那次在沁水泉设伏，那天雪下得非常大，我们几万崔家军埋伏在雪地里，悄然无息。那真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那么大的雪，连一个活物都看不到。我想，莫非解说人不走这条路，要这雪再下的大些，那我这几万人就要葬送在这里了。结果没想到啊，解说人果然还是中计了。那场仗打的痛快，真是痛快。我听说过，自从沁水泉之围，解说人再也不敢踏过聚义山。孙敬大败一罗，我将解说人赶出了聚义山，裴宪让秦军再也不敢靠近劳兰河。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那个高兴啊，都夸我们3个是国朝3杰。陛下召我们进宫赐宴，结果没吃饱。出宫之后，就跑到丰阴楼找补吃食。
等等，地上凉，这床被子你也垫着吧。不用了，一共才2床被子，你盖着吧。你怎么来了？臣妾是来侍奉太子妃娘娘的。因今日花好，臣妾亲自去花园里折了一些，供太子妃娘娘插鬓赏玩。太子妃现在还睡着？是，太子妃说五谷她起不来，所以臣妾怕打扰她，就在这儿静静候着。不用了，太子妃向来不喜欢这些花花草草，都拿回去吧。殿下。他让你绣屏风，你先把屏风绣好再来。是。殿下，我看你脸色有些不好，是不是旧伤又复发了？没什么，昨晚太冷了，没睡好。太冷了，这东宫里的人是怎么服侍殿下的？不知道给殿下换一些厚的被褥吗？哎，行了，不说这些，咱们好好谋划一下。太医不是说，崔大将军的病是痰湿所致，乃至迷了心窍，时而糊涂，时而清醒吗？但是太医也说了，心病需要新药医。崔大将军这个病，如果没有对症的新药的话，是很难治愈的。太医说，要么击一击，将崔大将军胸口的淤血击出来，8成能好；要么就顺势而为，让崔大将军重新领兵打仗，8成也能好。崔大将军都这个岁数了，而且你也知道现在的情形，崔家军已经解散了，怎么领兵打仗啊？那就只能赌一赌，击一击他了。殿下，您这个可是险招啊！太医可说了，如果弄不好的话，崔大将军的病会越来越重的。我之前不是天天陪着他钓鱼吗？得知崔大将军平生最痛之事，便是他夫人的死。唯有用此事以毒攻毒，方可治其赤诚。我想，若崔大将军知道自己的病情如此，他也会铤而走险，因为他是个用兵极勇之人。我相信他。明白了。小姐，小姐，东宫这里的花园好大，我看这些花开得特别好，就给你摘了一束。哦，正巧，路上还遇见了太子殿下，他还问我这些花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后面花圃里还有呢。他还问你来了东宫以后吃的习不习惯，要不要再单独给你设个小厨房。你们先下去吧。好看吧？怎么啦？还在跟他生气啊？他刚刚那副样子，倒像是着急想跟我打听些什么呢。不过你放心，
我什么都没说，我还吓唬他来着。我说你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哎，不对，你俩现在都睡一个屋里头了，这可是骗不到他的。小姐，我是不是说漏嘴了呀？那你确实是吃不好吗？你这2天都没吃什么东西。桃子，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啊？我总觉得柳成风并没有死。不会吧？你看，这一切都太巧了。他刚从单独的牢房转回大狱，就马上得了伤寒，然后立刻报了病亡。因为是伤寒，尸首也不能放，就马上烧成了灰。不觉得这一切都实在是太巧了吗？小姐，那你的意思是，崔家军虽然散了，但咱们之前在京中布置的那些暗桩还在。你让人去查一查，看看柳成风在死之前跟死之后，狱中有没有什么动静，还有接硕那边有什么动静。我总觉得柳成风跟接硕都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是接硕他们刚刚派人送来的药。公子，接硕那边乌洛传来口信，他对公子的此番行事颇为满意，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交给公子去办。乌洛真是贪得无厌。公子，要不咱们还是想想办法，早日脱离接硕的节制，远走高飞吧。阿莹怎么样了？东宫守卫森严，属下无能，实在是无法打断。公子，阿树，不要急。反正也不会死，疼倒是挺疼的。可是如果不疼的话，怎样才能记住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李逆真的该死！我迟早有一天要把阿莹抢回来，因为我也要让李逆知道，被抢走心爱的人是怎样痛彻心扉的感觉。殿下，实不相瞒，家中老妻实在是放心不下小女啊。我也说过了，小女又不似嫁与旁人，可以时不时的归省娘家，或是遣人来看。小女是入了东宫，给殿下做良弟，这君臣之分，老妻也不好前来探望，所以老臣今日就十分冒昧前来看看小女。顾相客气了，若是夫人牵挂，来探望一二也是人之常情。老臣只是担忧小女不堪侍奉殿下。老臣刚刚也问过了，小女是感激涕零，说在东宫，殿下与太子妃娘娘对她都十分照顾。本来老臣也该放心了，可是偏偏小女的侍女刚刚送老臣出来时悄悄言道，说小女不知什么地方让太子殿下十分不悦。自打入了东宫以来，太子殿下对小女从未稍加辞色，就连去他那留香殿里坐一坐，也未曾有过一次半次的。这朝中事多，顾相也是知道的。老臣明白，我只是担心，怕小女
在宫里犯了什么错，或是有什么地方惹怒了殿下，殿下也不用给老臣面子。他若真是犯了什么错的话，就让太子妃好好的教训他便是了。这顾两弟真没犯什么错。那既然如此，就请太子殿下看在老臣的面子上，对小女照付一二。入了东宫这么久，殿下就连他那留香殿也从未踏足过，那在旁人看来，就认定了殿下对小女十分不喜，有意冷落于她。顾相放心，我理会的。你去告诉桃子，让她跟太子妃说，今晚我不去跟她一起用晚膳了，我要去跟顾两弟一起用晚膳。是。还有，一定要让桃子告诉太子妃，然后再来跟我回话。是。我真就这样把原话说给太子听啊？当然了，我们小姐，不，我们太子妃说了，让你一定按照原话原封不动地转告给太子殿下。那好吧。快去吧。哎，桃子，我们好不容易见一面，你就要这样子赶我走啊？我不是赶你走，不是你说的吗？召集回太子殿下的话。那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算了，你说吧，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呢？傻子，跑那么快。殿下，怎么样？太子妃怎么说？太子妃说她从来没打算跟殿下一起用晚膳，所以殿下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哦，桃子还跟我说一定要把太子妃的原话告诉殿下。肝疼？什么？你肝疼？那要不要我去叫太医给殿下瞧瞧？不用了，知道你耳朵灵听得清楚。那殿下明明知道我什么都能听清楚吗？对啊。梁弟，太子殿下来了。殿下，免礼，你也坐。下午听说殿下要来用晚膳，这些菜都是我们梁弟亲手做的。不知殿下口味，我就按照以前奶娘教我的，做了一些家常小菜。你们先出去，我有话对梁弟说。是。顾小姐，你对我一直挺好的，且我心里明白你是怎么想的。我知道殿下厌弃婉娘，觉得我不知廉耻。趁殿下不在京中，陛下赐婚，我就入了东宫。可是，其实婉娘也是没有办法。是，我承认我是有一点私心，可那只是因为我仰慕殿下。我知道，我不应该令殿下烦恼。我也知道，殿下只喜欢太子妃，
这事跟太子妃没关系。就算没有她，我也不会喜欢你。我救你，是因为哪怕不是你，是别的人，处于那种危险的情形之下，我都会去救的。我不求你回报什么。之后你也做了很多事，替我绣了我阿娘的绣像，替我寻回奶娘，并且照顾她，我都感念于心。婉娘不求殿下感念。当初我回京，你已经入了东宫，成了太子良娣，而且刚寻了短见，所以有些话，我觉得不合时宜跟你说。但我今日来，我就想把话说清楚，我不想耽误你的终身。殿下，我的终身就是殿下呀！殿下，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虽然我是太子，但除了太子妃，我并不打算要其他良娣、宝林什么的。我知道我现在逐你出东宫，等于逼你去死，所以你就在东宫好好住着。我偶尔也会来坐一坐，让你面子上过得去。在这东宫里，也不至于难堪，但我不会和你有任何情分，只能让你担着良娣这个虚名。不过你不必拘着，等你将来有了意中人，告诉我一声，我安排你假作病逝也好，出家为道也罢，找个由头，将你送出东宫，改名换姓，从此以后与意中人成亲。你还这么年轻，应该与一个两情相悦的人共度一生。可是婉娘只喜欢殿下，婉娘只想跟殿下共度一生。殿下说这些，就好像拿着刀在婉娘的心上割一样。婉娘实在不知道自己哪里做的还不够好，让殿下这样厌弃婉娘。你哪里都好，只是我不喜欢你罢了。可是婉娘喜欢殿下呀，婉娘比太子妃更喜欢殿下。太子妃性格刚硬，处处与殿下争执，而婉娘只要得到殿下哪怕一丁点的喜欢，婉娘就会心满意足了，一定不会像太子妃那样对殿下的。而殿下，你对太子妃那么好，可是她是怎么对你的呢？那是我们的事。顾小姐，我想你从头到尾都应该清楚，一厢情愿跟两情相悦，那是天差地别。殿下，殿下都没有给过婉娘机会，你怎么知道以后和婉娘就不会两情相悦呢？我不喜欢拖泥带水，我更不喜欢含糊其辞。顾小姐，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保重。桃子，你想团这个吃法真的很有古意，就像古人用鼎煮肉，还用菊花花瓣去腥味解腻。是啊，这锅子下面生着火，煮肉的时候一定要这样涮着，这样的话肉才不会煮老呢。小姐，今天您可要多吃一些，最近都没有好好吃饭，人都清瘦了不少。你也要多吃一点。来，这边的肉都熟了，吃。石七郎，这天也太冷了，要不咱回去吧？我都跟他说了，我要去顾良娣那用晚膳，他还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说，我是不是该晚点再回去？石七郎，其实我没太听懂，你说太子妃都满不在乎了，你为啥还要在这儿走来走去？晚些再回去啊？哎呀，我真不知道桃子为什么会喜欢你。他说他就喜欢我这样傻乎乎的样子。是啊，这可不是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傻子，真是傻人有傻福。桃子能喜欢我，确实是我的福气。石七郎，你真不回去啊？
不回去。那你要不回去的话，我就先回去了。桃子跟我说，他今天做了我从来没有吃过的新鲜吃食，说要我回去一起吃。殿下，去给我拿一双筷子。哦，不准拿。不是在顾良娣那用晚膳吗？怎么，这顾良娣居然让殿下没有吃饱吃好？这可不行。桃子，去传顾良娣来，我要问问她，是怎么侍候太子殿下的。是。不准去。桃子，你出去。常儿在偏殿等你。是。殿下这是怎么了？就算是顾良娣没有侍奉好殿下，难道我还问不得了？我还要问问你为什么要生气呢？是因为我去顾良娣那儿用了晚膳呢？还是我回来太晚了呢？生气？殿下为什么会觉得我在生气啊？你如果没生气，你为什么要找顾良娣的麻烦，还要传她过来问话？殿下这是忘记了吧？我是太子妃，在这东宫里面，良娣没有侍候好殿下，当然应该由我这个太子妃来过问了。俗话说得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既然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太子妃了，自然要尽忠职守。殿下之前是不愿意做太子的，但现在不是也做得挺好的吗？身为储君，替朝廷谋划，解散崔家军，把我父亲从一个万军统领变成一个颓唐的老人，不就是为了消弭朝廷所担忧的藩镇之祸吗？阿英，我也是迫不得已。你回去吧，我要休息了。我回哪里去？这里是承鸾殿，就像你说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你已经是太子妃，就应该尽忠职守。殿下有自己的寝殿，之前不过是新婚之时，在我这睡了几晚地板，做样子而已，何必呢？殿下睡不好，我也睡不好。你这是要赶我走？对，我就是要赶你走。我就不，我不但就不走，我还要在这儿睡下来。殿下今晚就算不愿意走也得走，我今天晚上不想再睡不好了。还想用这招？我不会再上你这套。
殿下醒了。昨晚，我们……殿下不用放在心上。些许小事而已。小事？我就照实跟殿下说吧。其实，殿下真不必介意。反正等我一旦有孕，我就会把你杀了，让我儿子继位，这样我就是太后了。怎么，殿下又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但你也没吃亏啊。殿下，殿下，来了啊！一早传召，不知有何事？哦，那穆仙鹤的事，打听的怎么样了？他并没有遮掩自己的行踪，只是这个人呢，疏懒张狂，无论什么达官贵人，或者是一掷千金，他都不为所动的。看来这位穆仙鹤想要打动他，绝非易事。小姐，小姐，小姐，你怎么突然穿成这样了？哦，我想着你说接触的事情有些眉目，那今天正好可以去追查。哦，是有一个接受人打扮成西凉行商的模样，最近都有在出入西长京，据说是接受首领乌洛的亲信之人，但是这个消息也不确定是真是假，还是要亲眼见一下这个人才好。真的吗？难怪今天太子妃娘娘这么早起，是自己梳妆的。我给太子妃娘娘奉茶，看得真真的。她虽然用脂粉遮掩，可她那脖子上好几处呢。唉，留香殿的顾良娣只怕是要气死了。眼见他是先进的东宫，谁知太子殿下连眼角都不曾瞥他一下。一个是硬塞给太子殿下的，一个是太子殿下心爱的人，那能一样吗？那宫人还说，顾良娣乃是陛下赐婚的，太子妃却是太子殿下冒着大雨，在景德殿前跪了整整1天，跪得都吐血了，才苦苦求取来的。一个是硬塞给太子殿下的，一个是太子殿下心爱之人，那能一样吗？小姐，您就别绣了，这幅绣屏就算绣好了，太子妃也不会让您去见殿下的。他那么霸道的一个人，偏生的殿下又这般宠爱他。住嘴！是，良娣，只是良娣还是应当尽快想办法才是，否则太子殿下真的不会再来了。我叫你住嘴，听到没有？相爷爷来消息催良娣，希望良娣尽快。殿下，这个穆仙鹤特别爱吃丰英楼的菜，有钱的时候每天都来，没钱的时候隔一天来一次，但是柜上都会给他记账，有钱的时候在一起记。
走吧，我们去会一会这位穆仙鹤。哎，二位公子，来，里边请，里边请。楼上的雅座啊，都给您准备好了。将橙子挖空，填入蟹肉、蟹黄、蟹膏，再封上橙鸡，蒸一刻，立时端上。嗨，今日最好的蟹啊，足有7两，先包4只。客人觉得如何？不错。客人这吃蟹的法子新巧，厨房没有做过。若是调味不当，还请客人宽宥啊。只要火候对了就行，没什么当不当的。去吧。好，这就去做。哼，蟹酿橙，这种稀奇古怪吃蟹的方法，你是怎么知道的？哎呀，我哪懂这些呀？你不是说这穆仙鹤是个爱吃之人吗？我就想起来，先太子也是个爱吃之人。于是我就问了问东宫厨房里面的人，就知道了一些外头不知道的玩意儿。小姐，那个半庭行商的，今日就在这儿喝酒。二位吃的可好？以后常来呀。好。哎，二位，里边请。不了，楼上要个雅间。啊，好，那楼上请。蟹酿橙。哎，穆先生。这蟹酿橙好香啊！哎，二位，在下闻香而来，不知可否让我尝上那么一口？就一口。穆先生，这是客人的。无妨。这位是穆先生是吧？哎，相逢即是有缘，那这蟹酿橙就让你一份。那我就不客气了。极品呐！你说这东西是谁想出来的啊？把新鲜的蟹肉酿入橙中，再撒上橙鸡，以解蟹之腥，这是极品呐！你们二位应该姓裴吧？不对，姓李。也不对。你们姓顾。先生为何如此猜测？能想出这种吃法的人啊，非大富大贵之家不可。所以开始我猜你们姓裴，但一想，这裴家一群武夫应该不怎么懂得吃，所以我猜你们姓李。但这转念又一想，这李家人死的也差不多了，而且新皇也没听说他老人家有多么爱吃，所以啊。你们八成姓顾，家中有叔父深爱美食，所以便有这种做蟹的法子。那你这位叔父一定养了几个好厨子，对不对？唉，可惜叔父早逝，家里的厨子辞去了10之有8。的确可惜了。那剩下的呢？剩下还有几个？剩下不过3、4个。不过有3位特别出色，有一位擅长做鱼，一位善于制汤，另一位善于制作肉脯。唉，这要是能到你府上赴宴，这神仙也能做的。那个行商是不是接硕人？那是乌洛的堂弟，叫乌延。乌洛对这个人很信任，我在瀛州的时候见过他，别人不认识，我是认识的。那他偷偷潜入西长京，想要做什么？肯定没什么好事。
好吃好吃，这厨子手艺真不错。那多谢二位款待，在下就告辞了。再会。就这么让他走了？别急，他这种人，桀骜不驯，软硬不吃，必须得想法子引起他的注意，并且还得隐而不发，这样才能打动他。放长线，钓大鱼，可不就是嘛，生怕惊到他跑了，回头上哪儿找去？查博士，客人有什么吩咐？今天这鲈鱼不错，帮我留一条活的，我要带走，不用你们切。客人果然好眼光，这南边来的活鲈鱼呀，说句大话，在整个西长京，除了我们丰盈楼，您就是拿再多的银钱，只怕也是没处去找寻。我这就去办。我记得你是不爱吃鱼的。某些人爱吃啊，我又不像某些人，自己吃得好，却从来不想着别人。这顿饭吃的可真是太饱了，还是外面的东西好吃啊。就是啊。两位客人，适才两位说要加一条鲈鱼带走，回家做鱼块。不用你们切啊，我们自己带回去切。对。可初夏呢，只有一条鲈鱼了，而另一位客人呢也十分想要，就问能不能多出1倍的价钱，请将这条鱼让给他。不行，这条鱼是我先点的，得归我。什么？加钱也不行吗？这客人说是他先要的，不肯相让。这样吧，你带我去一趟，我同他们说。哎，好。两位客人，这位想要鲈鱼的客人真的十分诚心，前来亲自相求。两位客人，我知道不应该夺人所好，但两位若是肯将鱼让给我，我愿意代付2位酒宴的账，并再送上一笔银钱。家中娇妻甚爱此物，若不能将鱼带回去的话，只怕回家要跪算盘。有那么馋吗？跪算盘？你们家有算盘可以跪吗？崔家军解散以后，瀛州驻军10减7班，余下的防务由朝中的府兵接手。这可是一个绝好进攻瀛州的机会啊！连神剑队都全数葬送在西长京，李逆还拿这做法子，派使节质问我兄长，被兄长视作为奇耻大辱。只要进攻瀛州，没了崔家军，李逆8成会亲自领兵，到时候杀了李逆，用皇太子抵碣朔的神剑队，还不划算？你办得到吗？我曾经说我能解散崔家军的时候，乌洛首领就曾经这样反问过我，我不都办到了吗？行，就再信你一回。梁弟，这是夫人叮嘱让我给梁弟送来的。夫人，夫人说，请梁弟放心，这药是最好的，事后也验不出来，不至于留下任何把柄。
不行，殿下是何等精明心细之人，若是这样做，只会让他更加厌弃我。夫人说，梁帝不必瞻前顾后，家里人包括相爷都是这个意思。说是梁帝无法在东宫站稳脚跟，那相爷就白费了这偌多力气。能不能令未来天子称一声阿翁，全看梁帝了。此举不异于自毁长城，我说不可就是不可。是。这可真是人间好滋味啊！你说你叔父家厨子只擅做肉脯，我看这话过谦了。这肉脯难道不难？难的是五味调和，这可是绝世之才啊！世间难得是知音，我是个俗人，也不懂这些。既然穆先生说好，那自然是好。你倒不是俗人。你是个行武之人，而且你少年得志，地位尊崇。先生由何得知？你左手虎口，右手拇指、食指都有茧，说明你常年持弓，善于骑射。你虽然身着便装，也没有佩剑，但你的坐姿随时保持着可以拔剑的姿态，说明你十分警醒，是个行武之人。那又为何说少年得志，地位尊崇呢？你们二人虽然隐匿身份，但上次的献酿城和这次的肉脯，都绝非大富大贵之家不可出此菜肴。你再看他，虽然他每次都坐在你的下手，且说话行事之前必先得到你的示意，但他这通身的气派已经是一位世家子弟了，而你，明显地位比他更高。所以，难道你不是少年得志，地位尊崇吗？你们家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甚至是外面听都没听说过、见都没见到过的？是又如何？我就知道事出反常，不然你又何必到我面前来炫耀呢？先生是个机敏之人，目光如炬。不过我确实没什么恶意，若先生不肯，便带上肉脯离去，我绝无二话。行，你说说吧，找我办什么事儿？我若办不到的话，再走也不迟。听闻先生擅长做戏法，如同神仙一般，能够幻化万千景象，所以我想请先生变一场戏法罢了。没想到你也是个贪求神仙之术的人。实不相瞒，这个世上没神仙，我变戏法养上的不过是世人的贪念所使的障眼法罢了。话不投机半句多，你枉有富贵，还是好自为之吧。是也，非也，立而忘之。帝司李夫人，乃至于会有招魂之举。而我等是为了一位长辈的心病，所以才想一求穆先生。所以你要我变戏法给谁看？一位长辈，男的女的？男的。姓什么？崔。这崔老头是做什么的？领兵打仗的大将军。是平凉大将军崔乙吗？是。那我若帮了你，你家的厨子立刻去先生府上，每日一道新菜，做足3年。好，那一言为定。这崔乙是条响当当的汉子，变戏法给他治心病，我愿意。不过呢，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先生，请问，你是不是姓李啊？姓李又如何？不姓李又如何呢？也对，那我就当你也姓裴吧。
你怎么啦？我总觉得17郎有事瞒着我。你忘了上回你是怎么安慰我的？咱不是说好了吗？他俩之间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就不应该过问太多啊。可是他现在去哪儿都不带着我，有时跟小裴将军出去都匆匆忙忙的。那你是觉得殿下不带你出去，不告诉你，是因为他不相信你吗？不会的，他绝对不会不相信我的。那不就得了吗？也是，反正我有事情瞒着他。你有什么事情瞒着他？这是什么？那，这个呢是西市的一间铺子，地方我反反复复看了很久，也叫了牙子去长眼。虽然地方不大，但是位置特别好，来往人特别多，特别适合做生意。你之前不是说你想要开一家店铺吗？我就给买了下来。这也太好了吧！哎，不对啊，你不是把你所有的银钱都给了我吗？你哪来的银钱买这铺子啊17郎大婚给我们发了不少如意金钱，我就用它买这个铺子了。你怎么不声不响，干了这么大一件事情？桃子，你看，太子和太子妃都已经大婚了，你啥时候嫁给我？这个事儿嘛，我可得好好想想。那你要想多久嘛？想多久这件事儿，我也得好好想想。你就不能给我一个确切的时间吗？你着什么急啊？我都说了，我得好好想想。哎，桃子，桃子，你到底要想多久嘛？桃子，你就不能现在回答我吗？当然不行了。哎，桃子。这杯酒敬殿下。这酒烈得很，你不要再饮了。是。殿下尝尝这羊肉糕，是臣妾的母亲送来的，制法和外面不同，您尝尝味道。那你怎么跟耳朵说的呀？我就跟他说，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可得好好想想。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我想这个事儿，你得想多久？”我说：“那这个事儿我也得想想。”你笑什么呀？我在想，那不得给耳朵急的抓耳挠腮的。那倒也没有。不过他这几天看起来是有些着急，好像总想问我想好了没有，又不好意思问，憋回去了。那你说说看吧，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我仔细想想，不是很正常吗？是，特别正常，一定要仔细的想好了啊。边吃边想，让他着急是对的。我以后不再来了。殿下，殿下，怎么了？殿下，殿下，放开！殿下，殿下，殿下，秋翠，是不是
是你做了什么？你在门口探听什么？梁帝，都是夫人逼我的。我告诉夫人，梁帝说了不可以用药，夫人却说您是胆小，叫我一定要把药涂在太子殿下的酒杯上。要是我不听，就要放慢我全家人。愚蠢至极，愚蠢至极！你们这帮蠢货！你们真是害得我连唯一的指望都没有了。如今我是一败涂地，一败涂地。殿下做什么？你干什么？我要罚你。干什么？什么？竟有此事？如今可谓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眼下，太子是绝无可能再来我这留香殿了。夫人真是糊涂啊！不过你迟迟抓不住他的心，总不是办法。事已至此，我已无法在这东宫中立足。父亲，你可还有什么妙计，可以力挽狂澜吗？为今之计，只有釜底抽薪了。父亲的意思是？太子妃锋芒太盛，可惜这世上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万一天年不测，他突然间死了，太子殿下纵然是伤心一时，也是无力回天呐。很好，只要这件事和我们顾家无关，那就快些让太子妃天年不测吧。
了。